那作为财经 YouTuber 我经常在评论区看到这样的留言为什么非要在熊市投资？为什么不等降息了再投资？右侧交易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等涨起来再买？为什么不等标普500跌到1800点再买？如果你相信特斯拉的 FSD 会实现，为什么要在震荡的这2年头，等财报上反映特斯拉是 AI 公司的时候你再投资也来得及啊？何必吊死在一只股票上？你会错过很多等等等等。那这些留言都反映了同一个投资策略，那就是等市场明朗了，信号明确了再投资。但我想说这种策略完全不工作。为什么？首先事实上它就不工作。2022年12月我做了一个我会无脑买入标普500的视频。那当时标普500从最高点跌了 18%， 前景十分不明朗。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它涨了超过 50%。所以请你告诉我，到底在哪一刻信号明确了？2023年2月我做了一个视频讲解，为什么不要和美联储作对是一个迷思，为什么你不应该等降息了再投资。后来的市场表现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里的安全信号又是什么？那在上个月特斯拉10月10号发布 Robotaxi 之后股票大跌，然后我就做了个视频讲解我的看法，并说我会考虑加仓。然后呢，让人没想到的是它很快就开始疯涨。所以等 FSD 在财报上再投资真的来得及吗？长期投资一只股票就真的让自己错过了所谓的其他的机会吗？那一般来说大家不赞同这种等信号明确了再投资，是因为第一，股市不可预测；二，股市代表对未来的预期，等安全了再投资就太晚了。那这些说法都有它的道理，但我认为还不够直接问题的本质，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明明听过这些道理依然孜孜不倦的去等一切都明了了之后再投资。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很多人对投资抱有一个错误的世界模型，这个错误的模型就导致我们在投资市场里过于追求确定性，不断错过真正的机会。那在今天这个视频里，我就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等信号明确了再投资不是一个好的策略，股票市场的世界模型到底是什么，以及针对这个模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那我也会在视频里推荐几本书。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花30秒的时间感谢一下频道的长期合作商 Interactive Brokers。 那 IB 呢是一个屡获殊荣被广泛认可的全球性的券商，也是我投资美股的平台。那我喜欢它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它的交易成本很低，在很多地区都没有手续费，或者手续费低到没有什么影响。第二，它的换汇成本很有竞争力。那我在加拿大买美股经常要把加币换成美元，那相比那些动不动就收1.5% 以上手续费的加拿大券商来说那 IB 的换汇费率简直就是太低了。那光这一点就足够让我选择他们了。那 IB 的优势还有很多，远不止我提到的那些，比如它会为符合条件的账户里的现金支付利息，它的期权交易功能十分的强大，而且价格低廉。强烈推荐你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查看一下 Interactive Brokers。 那你点击链接呢，我会有收益，这算是对我的支持啦。那好，我们现在回到视频。那许多人坚守等信号明确了再投资，是因为他以为的投资世界模型长这个样子，然而它实际可能更接近这个样子。那这是大家熟悉的中型曲线，也叫做正态分布、高斯分布和常态分布。它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大量的数据中大多数结果集中在平均值附近，形成中间高、两边低的中型。那这种现象可以用著名的高振板来演示。当我们释放一个小球时它似乎会随机落到某个点上，但随着小球的数量增加规律就出现了。大多数的小球都落到了中间的位置，只有少数的落到两端。那这就是一个正态分布。那从18世纪提出以来，正态分布就被发现能够很好的描述自然界的很多现象。你比如身高，左边代表矮个儿，那我就在这儿；右边是高个儿，姚明在这儿。那中间呢是大多数人所在的位置。那同样的，智商测试、考试成绩、体重、血压等数据也呈正态分布。那这种广泛的适用性让人们认为正态分布是描述世界的通用模型，能够概括许多事物，而且它符合我们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大多数情况下，世界是正常可预测的，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因此人们对正态分布的信任呢，就逐渐达到一种信仰的层面，以至于当一组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时候，往往会被认为没有道理。那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段子，就是我在加拿大上学的时候做助教负责统计分数。那学校有个规定，班里的成绩分布要符合正态分布，高分和 fail 的人都要是少数。如果不符合说明你这个试卷的难度或者说教学质量有问题。可是当我们统计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这个分数并不符合正态分布。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老师们就会去动手脚。如果 fail 的人太多，那课堂表现跟答题步骤的分数就会被适当的加上去。反之，如果高分的人太多呢，老师也会想办法去减分。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对正态分布的迷信，因为正态分布只适用于
大样本数据，而一个班甚至整个学校的学生数量都算不上大样本。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现象其实并不符合正态分布，人们对正态分布的迷信有时候会让我们承担严重的后果。那我说这些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股价的波动也符合正态分布。在1900年，有一名叫做Bachelier 的法国数学家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那研究股票价格的波动。他发现这些波动在短期内无法预测，就像水面上漂浮的这个微小颗粒一样，在做随机运动。于是他就创建了一套数学模型来描述这种波动，并用它来研究股票期权的定价。在论文中他预测因为是随机运动，所以如果数据足够多，那股票价格的波动应该符合正态分布。不过他的论文当时没有得到投资界的任何关注。实际上投资界很长时间对学术界的理论都是不屑一顾的，而学术界研究股票市场也是主要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数据。那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那有机会呢以后跟大家聊聊。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者开始重视并使用学术理论，逐渐有许多的数学、统计、概率和经济学者都成为华尔街的座上宾。那我们也逐渐有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投资理论。你比如说，许多人都听说过股票随机漫步理论，意思就是说股价是随机波动的，不可预测的。那既然是随机的，很多人就像最早的 Bachelier 一样，认为股价波动符合正态分布，而这种假设就带来了一些好处。首先这可以让很多东西变得可预测和可计算。你比如说，你可以计算出股市崩盘等极端事件的概率很低，绝大多数情况下呢，股价都会围绕着一定范围内波动。那有了这些计算做基础呢，便可以进一步制作更复杂的模型来进行各种投资。我相信做量化交易的朋友对此更有心得。那这里就推荐一本书，叫做 The Quants，讲的就是这些利用数学公式撼动投资市场的故事。那把股价波动视为符合正态分布的第二好处是，它带来了安全感和确定性，让投资市场符合我们大脑对世界的认知，一个相对线性有规律的世界，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采用等市场明朗、信号明确了再投资的策略。但是假如投资市场的波动真的符合正态分布就好了。Nassim Taleb 在他的名著《黑天鹅》中说正态分布是历史上最大的智力诈骗。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就是那些极端的超出正常范围的事件，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股市崩盘、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或者科技行业的爆发式增长。那实际上曾经人们认为黑天鹅就根本不存在，直到后来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而且数量还不算少。那 Taleb 的黑天鹅理论代表一种对市场截然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市场不是一个平稳可预测的系统，而是充满混乱的世界。极端事件不仅存在，发生的概率要比我们想象的要高。那这些频繁出现的极端事件在他的理论中被称为后尾。这怎么理解呢？那在正态分布的中型曲线上，它的两端非常的窄，代表极端事件的概率很低。而根据 Taleb 的观察极端事件发生概率并不低，所以这两边的尾巴应该再厚一些才对。那这个后尾就意味着市场中的黑天鹅事件其实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部分。其实你不用深入抽象的数学模型，你看我们自身的经历也能理解 Taleb 的观点。从2019年至今，我们经历了不少黑天鹅事件。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疫情、美联储救市、通货膨胀失控、美联储又频繁的加息、俄乌冲突、各种局部的冲突，而这次美国大选也带来一系列不可预测的事件。这些事件每一个都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打破了我们对正常波动的预期。那么如果市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世界模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呢？这又对我们的投资决策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股市是一个复杂系统。所谓的复杂系统指的是其中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小小的变化可能引发巨大的波动，就好像一小块石头投入到水中，那涟漪不断放大，最终形成影响整体的这个浪潮。那复杂系统的特点是因素多、交互强、不稳定、难预测、变化快、充满随机性。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极端事件并不少见，而且随着系统内部的因素相互的这种互动越来越紧密，极端事件出现的概率也就不断的增加。其次市场遵循的是弥率分布，就是 Power Law， 也就是所谓的28原则。市场的大部分收益和损失往往由少数的极端事件决定的，而非大多数的正常的事件。那拿标普500来说吧，那许多人认为长期投资标普500的年回报率大概是 10% 左右。但是这个 10% 并不是一个平稳的回报，因为标普500的收益往往由少数的几天的大涨贡献的。你比如说从1994年到2023年，假如你错过了回报最高的10天，收益率会减少 54%。
错过最好的20天，回报会减少 73%， 错过最好的30天，收益率就直接减少 83%。而这些回报最佳的天数当中啊， 78% 发生在熊市和牛市启动的前2个月，而熊市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显得那么的不确定，所以你无法等到所谓的信号明确了再投资，而那些所谓信号明确的投资往往不是好的投资。在我那个2023年指数基金的视频下有一个留言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他会无脑购买 GIC 定期存款5年，定存5年，确定了利息，确定了信号。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当我们选择了明确的信号时，我们是在选择确定性，但无论是在投资还是个人事业里，那些巨大的收益往往来自不确定性，那些少数的不可预测的黑天鹅。在当代社会选择确定性往往意味着你会付出很大的代价。那这种28原则在个股上就更加明显了。就拿我投资的特斯拉来说过去的3年，如果从远处看，特斯拉似乎在原地打转。很多人认为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出现在财报之前，特斯拉会继续震荡甚至阴跌。然而从11月开始，它就突然疯狂上涨。就在这次大涨的前几天呢，它也曾经一天暴涨接近 20%。这些极端情况完全不可预测。如果你等信号明确再投资，那就会错过这些意料之外的上涨。当你看到它涨起来再追入时不仅不会得到超额回报，很容易因为 FOMO 的心态而盲目跟风。那刚才这些更像是对股票市场的抽象的解释。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图像模型来形象的描述市场波动呢？很多人认为分形几何能更贴切的帮助我们理解市场的复杂性。那所谓的分形几何就是指一个图案无论是整体还是从局部来看，形状都特别的相似，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套着一层。那这种特性呢被称为自相似性。我们举个例子想象一棵树，树的整体是一个主干，分出许多的树枝，那每个树枝上又分出小枝，每个小枝上有更小的分叉。那无论视线拉近还是拉远，你都能看到类似的分支形状，这就是分形几何的自相似性。那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你比如说雪花的形状、海岸线等等。那股票价格的波动呢，也非常符合分形几何的特性如果你放大或缩小来看一段股票曲线，无论是小时级别、日级别还是年度级别，都会发现类似的波动模式。各级别都有混乱的波动，并且伴有大量的极端波动。这正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描述。那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可能会见过一些技术分析，分析师呢将某段时间的股票波动和历史上一段波动做对比，做出神乎其神的预测。那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他们常常用不同时间跨度的曲线做对比，比如几天的波动对比几周的波动，这就是在利用分形的自相似性。所以明白了这个，你也能做股票网红，对着走势图画线预测，因为你总能找着看起来相似的曲线。当然这只是个玩笑，不是投资建议。这不只是因为我无法对你的投资负责，更因为虽然分形几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市场波动的特性，但它并不能精确的预测未来。这里的相似性就仅代表混乱波动的相似，而非规律性的重现。总结一下复杂系统迷律分布和分形几何模型共同构建了一个与正态分布截然不同的市场世界模型。如果你理解了这个模型，就从本质上理解了为何市场波动难以预测，为何极端事件才是真正赚钱的关键，以及为什么等市场明朗了再投资不是一个好的策略。那么在这个新的市场模型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很简单唯一的胜利方式就是 stay in the game。只有保持投资，留在市场里，你才能保证不错过那些能够帮你赚钱的黑天鹅。那有人可能会问了，如果我能避开少数几次的大跌，收益岂不是更高？确实如此你比如说从1997年起的20年里，如果你成功的避开了最糟糕的20天，你的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13.8%，远超长期持有的 7%。 但问题是你无法预测这些大跌何时会发生，而保持投资则能确保你不会错过那些最好的天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持续投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 stay in the game 呢？第一，调整心态。当你的投资在一段时间内看似是原地上下波动，没有明确的信号，你不要假设它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因为那些真正能够帮助你盈利的少数的波动可能随时发生，不可预测。另外，不要过度担心所谓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存在的前提是你需要明确的知道某个投资何时明朗或安全。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明确的信号并不存在。你可能今天觉得特斯拉前景不明，将资金转向 NVIDIA， 结果第二天特斯拉就涨了 30%， 所以这个机会成本怎么算？那在我之前的视频中我详细讲解了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强烈推荐大家去回顾一下。第二，确保自己有能力长期留在市场里，这就是我反复强调安全边际的原因。没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很难经受市场的波动。那我个人呢，从不使用杠杆，因为一旦用了杠杆，在黑天鹅事件当中就可能会被迫退出。而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黑天鹅事件它其实并不那么罕见。第三，对个人投资者来说策略越简单越好，操作越少越好，投资组合越精简越好。复杂的策略和频繁的操作不仅增加错误的几率，还会在市场的波动中耗费不必要的精力。第四，多读书、多学习、多重复，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采用这些投资策略，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其实很多人对这些策略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为什么明知道市场不可预测，还要期待等到一切都明朗的时候再投资呢？这是因为这些策略本质上是与我们的本能在作对，我们天生渴望确定性，而投资市场恰恰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要做到控制本能，就需要从根本上理解自己，通过不断的思维练习，让这些反人性的投资策略能成为新的本能。那查理芒格呢，在《穷查理宝典》当中推崇用思维模型做决策。我们的讨论其实很多也是思维模型，但芒格说这些模型不是看一遍你就能掌握的，你需要不断的重复复习，才能将其内化成为第二天性。那我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读书、重温、思考和分享，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逐渐的摆脱对确定性的执念，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生存之道。实际上我打算做一系列的视频来分享不确定性这个话题，那本期视频呢就是这个系列的开端。那如果你对此感兴趣就别忘了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那此外这期内容呢其实也来自于我在社群网站的一个说书节目，10月份我录制了一期新范说书的音频节目，为大家解读了 The Uncertainty Solution 这本书。那这次讲解总共时长超过7个小时，我按照书籍的脉络，结合读过的其他的书籍以及自己的理解和例子，跟大家讨论了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坦白说这个节目其实是为我自己做的，是我用来复习思维模型、学习和获得灵感的方式。当然如果你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